这回我真的翻车了，250令吉就这样飞走了。事情是这样的，早在2023年期间，其实就有不少人以低价购买坏显卡，再找人自费进行维修，从而达到极高性价比的收获。而在全网上，其实也有不少博主尝试过了，并且也有一些观众对此感到好奇，询问我是否值得一试。然而，我想给出的答案则是：少折腾，少烦恼，能不赌就是赢。在去年的11月末，我在网上就看到了这张仅售399令吉的影驰 RTX 2080 钛显卡。当然，卖这么便宜肯定是有原因的。卖家就提到了显卡本身是黑屏无法显示的状态，但风扇依旧能够转动。显卡本身的其他元器件可以作为维修用途，而当时我也正好看了不少博主体验过读卡的经历，同时刚好也已经筹备了在12月初前往广州和深圳一趟，于是我也联系上在中国朋友介绍的专业显卡维修人员，询问显卡维修的报价，经过询问是卡价的10%加基础费用的60元。以当时的二手2080钛的售价来计算，维修到来的费用应该是不超过300元的。这样算下来，如果真的成功修好，那简直就是大赚一笔。于是想说，我不妨也来试试看好了，并且再继续和卖家讲价，最后以250令吉包邮的成交价成功到手。假设真的维修成功了，最终的成本则是在420令吉左右，也就是人民币约650元。比起市场上常规在售的2080钛显卡便宜了1200元，哪怕我不想用，转手一卖还是赚钱的，想想都觉得好兴奋。赚！当我收到显卡的时候，我第一时间也先拆开看看显卡的外部情况，整张卡看上去似乎是完整，并没有明显的瑕疵。我甚至还将显卡的散热器给拆下，观察了显卡 PCB， 也似乎看不到损坏的瑕疵，以及维修过的痕迹。看来我应该是走运的了。于是最终在12月初，我就带着这张显卡前往了广州，并委托朋友帮我将这张2080钛给寄到维修人员手上。然后接下来就是进行漫长的等待，等待维修人员检查并维修后的结果。2000 years later， 一开始我都觉得这回铁定是赚翻了谁知道过了一阵子，我看到维修人员发给我的这则信息，据维修人员所述，这张2080钛的核心其实已经被动过了，核心的部分线路已经不通，不仅如此，有部分显存的焊底也已经掉电。这回这张2080钛的问题就比我想象中严重了不少虽说其实真的要修也并不是没有办法修回，但考虑到坏掉的是核心本身以及部分显存颗粒，核心和部分显存是必须完整替换掉的，而核心元件的售价太高，显然是不值得拿来维修的了。因此，最终我所花费的250令吉，真是宣布石沉大海。看来我应该是走运的了。原本想说，如果显卡真的维修成功了，那么就可以利用这一次的经历制作一期有趣的视频，但最终却翻车了。所以原定是不打算做这支视频的了。但考虑到翻车也是一种体验，同时也希望可以借此机会给正在观看这一期视频的观众一个忠告读卡并不是你们想的那么容易的。同时你们在想的是，其实卖家也早已想到，甚至也看过这类读卡的视频，因此他们也大概率会先自己拿给专人先维修看看。所以基本上市场上流出来的坏卡，大概率其实是早已翻修过，并确认是无法修复的，最终才以极低的价格售出。除非你遇到的卖家本身就是个小白，对显卡维修这件事了解的也不多，但这样的情况又肯将坏卡卖得非常便宜的又有多少呢？这故事就告诉我们，捡了便宜可别高兴得太早，殊不知小丑竟是自己，就好像我一样。那这就是我这一次读卡的翻车经历了希望这一次的翻车体验可以给到更多对读卡跃跃欲试的观众起到一个忠告的效果。喜欢这次影片呢，也不妨点个赞，而新来的观众如果能够点击旁边的小铃铛，那就更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感谢各位的收看和支持，我们下期影片再见。